一爷，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，还是第一次握手吧？准确的说，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。数得够清楚的。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，有好戏看了。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，谋的就是这步棋。团长放心吧，高粱刚上任，情况还没磨熟，现在的9连属于虚胖，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，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自信是对的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。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，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。以我对高粱的了解，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。六亲不认很好，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9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，不能轻敌。是。二位连长，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。什么二位连长？我是团长，他是连长。是这样的，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，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，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。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，把他们都给惊动了。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！你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？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，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。行。加油！战！好战！韩指导员，顾连长好，欢迎欢迎，张处长，你好你好，李参谋长好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。大叔，秦团长好。秦团长好。哎，小韩你好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你好。春雨，装备到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哎，你们帐篷在这边，我领你们过去啊。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，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，咱们悠着点，别触着他们。阿秀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上了夜大，学了烹饪专业。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，最起码鼓舞了我。都说情义无价，我有幸看到了。行了，别光说我了，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？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。你还挺看得起我的。其实，夏琳挺优秀的。那当然了，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，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。我们要结婚了，祝贺你们！你们呢？过段时间吧，等这一次演习结束，把家安顿好，再把他们接过来。南征这2年进步挺快的，挺让人佩服的。是啊，老在报纸上见到他，跑得越来越快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哟，夏营长，来接女朋友啊？顾连长，讲讲人道好不好啊？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。哎，我可提醒你啊，他可是炮兵快反专家，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，立刻遭到炮火覆盖。你放心，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。我们走了啊！哎，上车吧，领导。走了。慢点开，拜拜，放心吧。501高地被打下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！意料之中的事儿，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，只要把它拿下来，700兵团门户大开。我们的伤亡怎么样？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，
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。这2回合的较量啊，700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。漂亮，团长，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，展开连续进攻，打他们个稀里哗啦的？这从此以后啊，这2个团在2、3、4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。参谋长，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。蔡营长，到，你们派一个排固守501阵地，8连、9连搜索前进。是。720团在北，我部在南，南部多山。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。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，炮火跟不上的话，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。这样的仗必输无疑。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，弃守501高地，敞开青石峡大门。只要对方能进来，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，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，并且打掉他。等一下，部队长途跋涉，连续攻击，太辛苦了，还能坚持吗？没问题啊！这刚打了胜仗，同志们士气正旺，一点都不觉得累啊。好，集结团主力，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，一举拿下502阵地，直插700团团部。是。团长，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？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，不是他们守不住，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，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。套。报告，据前者传来的情报，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，北面要进行这一局的攻击。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，恐怕要夜长梦多。这是甜头没尝够啊！给养车队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让给养车队马上出发，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。是。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？演习刚开始，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？这么一来，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。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，算我眼瘸，白培养他了。本次演习开始前，我实地勘察测量过，要对502高地实施打击，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，势力加强配给我团的152加力炮，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，速度会非常慢。而且现在是黎明，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，危险会增加数倍。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，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。追杀刚刚开始，没有了炮火支援，这盘棋还怎么下？就算我的炮上不去，700呢？700团的炮它能飞？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？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，720团根本不是700团的对手，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。我说你偷吃枪药了，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？是啊，参谋长，大到一支军队，小到一个人，得知道自己是谁，实力有多大，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。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师里其他单位加起来多，打仗就行了。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，不是花拳绣腿，更不是嘴。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，兵对兵、将对将的摆开来打，3个720团也未必是700团的对手。兵对兵，将对将。老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报告，团长，枪！502高地西侧4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，数量，目测超过20辆，速度，估计1小时之内抵达502高地。继续侦查。是。这不明摆着吗？这是想固守502阵地，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。团长，兵贵神速，赶紧下命令吧！我们必须要赶在车队之前抵达502高地。你闭嘴！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，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，配属我团的122加农炮营，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。是，我倒要看一看我3个720团能不能干过710。团长，如果这是实战的话，上千人的性命可就搭进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参谋长说的有道理。这样吧，老陆，
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1小时之内，必须把502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。记住了，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，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，我拿你试问。走。报告，发现720团大规模调动，目标502高地。好，720团终于上钩了。不是我看不起720团，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。只要现在我们打掉720团的火力优势，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命令归野，4级行动。是。军长，这一仗有的看了，东山南斗北缓，易攻难守。现在720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7号公路上，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。看来胜负的天平已经向720团倾斜了。哎，这关键是720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。我听讲了，就这股子士气，至少能增加5成战力。士气高涨是好事，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，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。不是，军长啊，那你的意思是，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？摆着阵势让人家打。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，部队必定要拉长，点多线长，反而成了720团的劣势。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，以攻为守，集中兵力，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。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，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，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？报告，720团主力向502高地攻击前进，700团已放弃所有阵地，逐步对720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。720团前锋部队已陷于苦战。现在就看720团的应变能力了。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的经验，是真是假，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。一营，前面怎么回事？报告团长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他们有7个阵地要守，拿什么包围你们？据侦查，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，打了老子的埋伏。二营长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。加快速度推进！听着，2营就在你身后，给我顶住，等待救援。敌方炮火十分猛烈，我们顶不住啊！团长，团长，稳住，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。是，怎么回事？前方行进缓慢，2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。高粱的9连呢？报告，不知道。他想路平反，把我的炮拉哪儿去了？团长，没事，稳住啊！团长。前方侦察员报告，在5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。不对，师里配属给720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，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。那要不再等等吧，或者再继续观察一下。顾不了那么多，先控制住火炮，抓住人再审。行动！炮营联系上没有？团长，炮营在5号公路突然失去联系，情况不明啊！让1营被700团全部围歼，也是大梁组排第1营退出演习。团长，还是撤吧！再不坚持下去的话，2营发现保不住了。稳住！高粱呢？9连打下501高地之后，
你大力推进前进，陆参谋长就让9连营炮营去了。这个陆平凡是往死里坑我呀！命令，到！前锋部队全部撤回502高地。既然拿不下700零团，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。是。2营长，2营长。你就是720炮兵营的，你们其他的炮呢？废话，我能告诉你吗？我说师弟啊，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？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，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，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，就这么认输了？师哥，今天我是你对手，少跟我套近乎。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，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。预案的事儿，我没必要告诉你。那就是有了。我可没说。什么都没说，就等于什么都说了。向指挥部汇报，敌炮营8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，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。一排长到，安排一个班，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哎呀，怎么了，大家？哎，要报警了！哎呀，坏了坏了，这下要当俘虏了！放屁！当年张公火车站之后，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当俘虏！快跑！哎呀！站住！放下武器！站住！700团的停止追击！为什么？倒掉也不能这么偏哨啊！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场了。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？122加农炮。骗谁呢？122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。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，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。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。飞啊，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！这事不能这么干啊！陆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。15分钟前，配属720团的师炮兵团2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，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700团的追击路线，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。目前，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，调整部署，准备反击。你说什么？炮兵团2营到了三斗坪？是。哎呦我的娘嘞，这有点意外啊！从7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啊，这么重的大炮，它能游过去吗？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，这个季节水位很低，湖底结实且平坦，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。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，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，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。这是谁干的？是个人才。老陆，团长，团长，事实证明，你的战术是成功的，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。欢迎团长凯旋。啊，托你的福。哎呀，你把炮拉这儿了，这是最有利的位置。过了小沱河。对呀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怎么过来的？难不成飞过来的？我说老陆，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，崭崭新呐，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，你就直接给我趟水过河了。团长，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，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？你要是个女同志，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。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团长，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，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。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！部队就这么点家底，啊，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。
这是实战对抗演习。没错，实战对抗演习，我们要演得像实战一样。但是，演习和实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。你要是真打实战，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？一枪给我撂倒了。我现在已经牺牲了，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。乐什么乐？这回你赌赢了，他真没说谢谢。我本来想说来着，你给我赌回来了。哎，宋大团长，你要不听我的，还得死一回。听着没？高亮，听到没有？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？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，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？就目前的态势，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，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。趁着晨雾，郭野，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3号高地和4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，找到720团的炮兵阵地，干掉他的指挥部，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会发起攻击。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。报告团长，2个小时之前，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，兵力折损将近一半，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，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。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，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，但是步兵可以过来。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，这个天气，派2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。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，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。团长，就你这个方案，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。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，我也要说，我敢保证，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，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，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。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深攻击，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？哟呵，来，咱们听听顾一野小朋友有什么高招。来，还是按照您的方案，照派一个连去穿插，只不过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，玩把奇袭。你这招也太阴了吧！他万一找不到，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。还是老连长懂我，谢谢团长信任。高粱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。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，根据演习规则呢，他们只能从导调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，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，连位置都确定不了，他们断个什么呀？这就是个算术题了。秦大炮的野心，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，再加上顾一野的突击能力，等于什么知道吗？侥幸之心必死。韩指导员，720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，实施加密。是。韩指导员，顾连长，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。大战在即，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！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？哎，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只回答技术问题，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。明白。作为一线指挥官，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，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，进行研究分析。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？今日拂晓，我部追击720团，遭到了炮火拦截，位置在这里，以此为原点，12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，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，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。由此可以判断，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肚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。我的推测没有错吧？有，但是数据是保密的，这是演习规则哦。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咱们从从容容的包他一顿饺子。高亮，走，你带9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。要是敢放700团一个人出来，我拿你身份。是，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，切。是。
继续前进。怎么回事？报告，遇见毒蛇了！王老雷他害怕，把手榴弹扔了出去，没想到距离近，爆炸了，伤了人。手榴弹都乱扔吗？只手榴弹声音不知道啊！赶紧带守卫兄弟，快！参谋长，来，喝口水，歇会儿啊。讲，发现700团有1个连兵力正向我3号和4号阵地传召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快，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！三营长，走，这要吃大餐了。今天胃口怎么样？保证全部吃掉，跑掉1个，你撤了我。好，开饭。是。1小队左侧方向，机枪手掩护。2小队上右侧方向。迫击炮上！开炮！一长，看他要很出发。嗨，我是夏林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遭到我们的2名夹击，已经陷入了绝境了。好，需要支援吗？不用。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漂亮！厅长，这次你要打掉他的1个连，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1颗牙。我跟你一起脱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高亮，快给我上！冲啊！快，快！报告团长，导调部通报，我团1营2连全部被歼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顾野这小子出此毒招，害着1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。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，没别的。带走。怎么样了？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。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是佯攻，他们有其他目的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。高亮，你动脑子好好想想，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1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！现在9连已经取得了战功，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，这明摆着战局已定啊！这明摆着有诈。顾野现在在哪里？他半小时前报告，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，准备潜入720的纵深。狠毒确实有点狠毒，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，也算是个好指挥员。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720的炮兵指挥系统，付出再大的代价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。高亮，我警告你啊，你的首要任务呢，是保住9连的战功，保住9连得第一，而不是让9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。夏林啊，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，你这么做，9连就毁了。高亮，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，那才是真的毁了9连。服从命令。我要是不服从呢？你要是不服从的话，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，处分你。何大少，走，带300跟我走。是。嚯，一门不少啊，8个这家伙全在这儿，真有你的连长。咱们这1枪1炮，打要打就进来了。
你带一小分队，从后面包抄，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。好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别动！高连长，跑得挺快呀，高连长。我问一句啊，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？那倒没有。不过老高，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。那你还差点。按照演习规则，你们现在已经输了。是吗？把枪放下。如果是真实的战场，现在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。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，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。为什么？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，那才是真实的演习。如果是真实的演习，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。我追求的不是真实，也不是演习。我追求的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放你们过去。刀，我以我血见轩辕。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！懂个屁！让我当叛徒，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？老高，单独说两句。改变这一切的方法，不是这一种。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。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，不生气吗？高粱，行了，没时间。蓝军注意！今天我放你们一马，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。救一救720团这老东家。走吧。都有了，跟我走。报告，720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汉勇的小五分队破坏掉了，导演部视为攻击有效。那为什么720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？我们得到通报，720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，秦汉勇小五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。给我查一下，这是谁出的点子？干得漂亮！是。进攻时间到了，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？一样拉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成无得当，棋高一招啊！我们不仅需要拦截，还需要反制预案。反制？对，反制。拼步兵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。高粱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，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，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。带了1个连的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。报告连长，我们进攻的部队遭到720的炮火覆盖。命令部队不要回撤，分散开，向前沿阵地挺进。跟宋建设拼了，要死死一块儿去！是。准备，一时炸不掉。别慌，他们人不多，左边火翼比较猛，你带2个兵从左翼突进，吸引敌人的火力。剩下的人跟我右边突袭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，让他们的炮彻底变哑。你们俩跟我来，走！
腹背受敌，怎么办？时间不多了，再拖下去，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。连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下命令吧！我这么干，是不是挺混蛋的？你不是，我们不在乎输赢，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。别犹豫了。听火！放他们过去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拦住！你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。就凭你这仨瓜俩枣？不，高粱帮了我们的忙，他当了你们720团的叛徒。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，我们还真的赢不了。有种！你不觉得很耻辱吗？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，720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乡里梦游到什么时候。用疼痛洗掉耻辱，这是作弊。我赢得也不光彩。赢？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，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。哎，给我留点。赢了演戏，喝点水怎么了？行了啊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问你，有没有想过后果？远了不说，9连我得给揪回来吧。我是一个连长，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。啊，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，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，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，这不是他们的目的。一个全训连队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。我刚从医院回来，我手底下上了2个兵，一个腿扎残了，一个手扎伤了，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，所以必须失败一次，打破重建，对吧？不破不立，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。你知道9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？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都已经被吹懵了。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，挺心疼的。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。现在开始，改变还来得及。我能帮你的，就是把夜老虎连做得更好，你就在后面啊，慢慢追赶了。啊？你准备怎么办呢？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，要我怎么帮帮你？牛羊成群，猛兽啊，独行。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？我会观察，会思考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。你这样做挺悲壮的，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。害怕了啊？我不怕，但我会敬畏，会尊重。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，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，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。
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，使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判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。等萨达姆明白过来，一切都已迟了。科威特解放了，伊拉克投降了，海湾战争结束了。我看到了吗？人家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今天开会前，有人找到我，反映演习中作弊。